嗨，我是 Cindy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说到衣橱整理，网上有数不清的方法和技巧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今天我就化繁为简，为大家总结了5个简单高效的衣橱收纳原则。无论你是小空间的迷你衣柜，还是豪华的 walk-in closet， 只要遵循这些原则，就可以轻松的把衣橱收纳整齐。我还会给大家安利一些平价好用的收纳好物，所以记得把视频看到最后哦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则就是只放当下会穿的物品，尤其如果你的空间有限，那么衣橱里陈列的每一件衣服都应该符合下面这3个标准：合身、符合你的生活方式和适合当下的季节。不符合这3点的就不应该挂在衣架上，或是放在抽屉里，而是可以收纳到其他地方，比如放进空的行李箱，收到床底下、衣橱顶部或者是其他的房间。哪些衣服不应该摆出来呢？比如尺码不合适的、穿着不舒服的，还有破洞变形的。这些衣服除了可以收纳到别的地方，能修补的就立马修补，不然就果断断舍离吧。还有就是特殊场合穿的衣服，比如 fancy 的小洋装，或是旅行运动的时候穿的衣服，就可以单独找个角落，不要让它们占用日常的空间。我自己就会把徒步和健身的衣服收纳在客卧的衣柜里，不占用主卧有限的空间。另外，我们家换季的衣服还有床品都放在这个布的收纳箱里，储存在衣橱的顶部。我非常推荐这个收纳箱，它有很多种尺寸，可以根据你的橱柜大小灵活选择。它还带了一个透明的窗口，就可以看到里面收纳什么，不需要做额外的标记。我1年里只会做1次换季整理，每次只需要把箱子取下来，就可以轻松的把衣服对调，换季超省心。第2个原则就是确保所有衣物一目了然。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类似的经历，因为收纳整理不到位，以至于看不清也记不得衣柜里到底有什么，结果就是总是重复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衣服，甚至是忘了自己有什么衣服，导致重复买同款。要做到每件衣服一目了然，我的建议就是要么挂起来，要么竖着折叠收纳。强烈建议不要把衣服平铺叠放，因为每次只要你拿摆在中间或是底下的衣服，再怎么小心也一定会弄乱叠在上面的衣服，需要重新整理。而且大部分的衣橱都至少有50到60厘米深，所以很多人为了利用空间会选择横着前后放2排，但是这样放在里面的衣服就根本看不见，拿取也不方便，所以最终通常都是被忽视，甚至是被遗忘。这里分享2个小 tips。 首先，如果你不是做那种上下都是挂衣区的设计，而且预算和空间允许的话，下层尽可能做抽屉，搭配竖立的折叠收纳，这样抽屉一拉开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所有衣服，不用弯腰翻找。如果只能做层板的话，那可以搭配收纳盒或是收纳箱，这也非常适用于挂衣区下面空出的这块区域，提升空间的利用率。我很推荐这个我在淘宝上买的布艺收纳盒，它有很多尺寸可以选择，还有带盖子的款式，可以根据你的橱柜深度、宽度、高度来选择组合，充分利用空间。市面上还有这种塑料的抽屉式收纳箱，也很方便。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堆叠。这些方法可以确保你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拥有的所有物品，5秒钟之内就能找到需要的衣服，这样也可以帮助提高衣物的利用率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。接下来说说第3个原则，就是收纳步骤越简单越好。对于非整理控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懒人来说，衣服的取用和归位过程越简单，才越容易长期保持整洁。说说几个具体的建议。第一，就是空间允许的话，尽可能把衣服都挂起来，尤其是连衣裙这类长度或是设计不规则的衣服，把它们叠整齐真的会花很多时间，而且挂起来收纳还可以减少熨烫的需求。但是要注意毛衣、针织衫这些最好折叠收纳，因为挂久了容易导致它们被拉长，肩部变形。如果空间有限，那么牛仔裤也很适合折叠收纳，因为牛仔面料本身比较厚实，不容易起皱，这样收可以省出更多空间。第2个建议就是简化衣服折叠的方法。大家在网上可以很轻松地找到各种各样叠衣服的教程，有的会把衣服的一头塞进另一头包裹固定，我是完全没有耐心这么做的。我通常用的方法是先横向叠出想要的宽度，再根据收纳空间的高度纵向对折，再对折或是3折，叠成差不多是一个长方形。一件衣服或是裤子最多需要20秒就能叠好。叠袜子就更简单了，就这么对折2次放进这个收纳格，行云流水。其实最关键的是找到适合你的习惯和你的空间的叠法，保证轻松好执行。我们甚至可以把叠衣服这件枯燥的事情变成生活中的一种仪式。
我们家一般是周末洗衣服，烘干之后就全部倒在床上，我和我老公就会一边聊天一边叠各自的衣服，算是我们生活中的2人时光。第3个建议就是先整理衣柜，再根据剩余的衣服和配饰的类型、数量、尺寸买合适的收纳工具，不要先急着下单再整理，否则很容易买一堆不适合或者是多余的收纳品。接下来第4个原则就是分类分区收纳。最基础的分类可以是连衣裙、上衣和外套。上衣呢，可以再细分成背心、T 恤、衬衫。比如我把所有的内衣和袜子都放在这一层的收纳格，所有的牛仔裤都放在一个抽屉，家居服都放在这个收纳盒里。这样的分类收纳有2个好处，一是搭配衣服的时候效率会更高，第二就是你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各类衣服的数量和占用的空间，这样就能避免买更多不必要的衣服，把衣橱挤爆。另外也建议把最常穿的衣服品类收纳在最顺手拿到的位置，使用频率低的呢放在高处或者是底层，这样每天取用和放回会更轻松。如果你的抽屉比较大，或者是想做更细的分区，可以用这种可伸缩的小隔板灵活调整分区的方式和大小。第5个原则就是美化衣橱的空间，听上去好像有点虚幻，但相信我这一点真的很有用，因为一个赏心悦目的衣橱空间会让你更有动力去保持整洁。第1招零成本的衣橱美化技巧就是按色系排列，当然你不用真的摆出一整个色阶，可以按照黑色、彩色到米色、白色的渐变顺序整理，这样也会更方便做搭配。另一个方法就是统一衣架，用颜色和厚度一致的衣架，还可以保持衣服之间的间距相似，视觉上真的会立竿见影的变得更整齐。当然不用急着把家里的所有衣架都一下子换掉，你只要在衣橱的同一个隔间里保持衣架一致，同样也可以达到视觉美化的效果。市面上的衣架种类真的很多很多，我觉得任何一种都有优缺点，但是我目前用下来最喜欢的是下面这3款。第一个是这种木质的衣架，我的这个是 IKEA 的，它的质感和承重力都不错，适合稍微厚一些的外套，还有带垫肩的西装这些。缺点就是它比较厚，如果是用来挂轻薄的衣服就比较占空间。如果衣服的肩部需要更多支撑的话，也可以搭配这种加宽衣架的小配件。这个也是 IKEA 的，很平价，1欧元不到。第2款是这种植绒衣架，颜值高，承重力也还不错。它的好处是比较薄，省空间，两边这样的弧度设计也可以避免衣服的肩部变形或者是鼓包。另外就是它非常防滑，不会稍微移动一下衣架，衣服就掉下来。不过也是因为它防滑，所以把衣服挂上去的时候就没有木质衣架那么丝滑，会有一点卡卡的。还有它不太适合用来挂厚外套，会欠缺支撑力。也顺便介绍2个好用的小配件，一个是这种植绒的可拆卸夹子，搭配这个衣架可以用来挂裙子、裤子等等。还有这个衣架连接挂钩，非常适合用来同时挂几件短裤、短裙，这种又小又轻的单品，可以更好的利用纵向的空间。第3款是这种鹅形衣架，特别适合收纳裤子，裤子对折以后从侧面滑进去特别方便。要注意的是，这种鹅形衣架分正向和反向2种，我用的是反向的，就是挂钩和衣架缺口的方向一致的这种，对我来说取下和放回更顺手。另一个美化衣橱的方法就是增加香味，每次打开衣橱有好闻的气味，心情也会更愉悦，更有动力做整理。这里推荐一个平价好物，就是来自 Durance 这个南法品牌的香包。我最喜欢的是 Cotton Flower 和 Fresh Linen 这2个味道。Cotton Flower 是那种柔和的棉花香气， Fresh Linen 有一种在南法的阳光下晒干的衣服的味道，都是很温暖清新的香气，放在衣橱或是小空间里都不会太强烈。不过无论你使用什么原则、技巧或是收纳工具，都要记得最重要的一点，不保留穿不到的衣服，不再不停的乱买，这才是维持衣橱整齐的根本。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帮我点赞、留言和分享。那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支视频见，拜拜。